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老师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为大家去分享市场趋势技术分析当中的第5讲，也就是说重要的反转模式啊。那么在前几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去介绍了重要的反转模式当中的头肩模式头肩模式包括圆弧顶跟圆弧顶啊。那么从第5讲开始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解在我们的所有的反转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类三角形啊。我们把三角形分为三大类那么在这三大类当中，最常见的，也就是说最普遍的一类叫什么呢？叫对称三角形叫对称三角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给大家去讲的重点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对称三角形啊。对称三角模式是常见的一系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向下倾斜的一条这个压力线，对不对？向上倾斜的一条支撑线，或者说是我们把上方的叫共济线，把下方的叫需求线这两条线它会交汇到一点对不对？就构成了一个对称三角形对称三角形。也就是说常见的模式是由一系列价格上下起伏而构成的，其中每一次的起伏的幅度都比前一次的要小，这是它的第一次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调整幅度，这是第二次，对不对？这是第三次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都要小每一次小型顶部都达不到前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高度，对不对反弹的一个高度，这是第一次的高度这是第二次的高度，这是第三次的高度，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每一次向上反弹，它的高度都达不到前一个顶端的高度，那么换句话来说，底部的话它也达不到前一个下探的一个深度，对不对下探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叫做什么呢？叫做对称三角模式叫做对称三角模式。对称三角模式在我们所有的反转过程当中，它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识别难度包括它的一些变体或者说是在股市分析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其他的商品期货当中的一些应用它要比头肩模式要复杂难度要相对的是要大，因为它内部的变化更为的广泛一点那么一提到对称三角形，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它内部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在我们这整套的课程体系当中我们把成交量始终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这个东西你是离不了的，你离了成交量那你的分析就没有依据我们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把价格就是你看到的 K 线，我们比作什么？比作猴子我们把均线就比作什么？拉猴子的那根绳我们把成交量就比作耍猴子的锣，对不对？如果说是你丢了锣断了绳，你觉得这个猴子还能控制得了吗？那你就控制不了了。所以说这两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在整套的课程体系当中，我们把成交量都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当中，它内部的成交量是如何变化的呢收缩或者说弹簧式的盘旋过程当中，形成了对称三角模式的价格运动，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交易量活动一直在处于一个减退的趋势或许不成规则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当规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是相当明显的那么价格形成的顶线和底线的交合处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顶线跟底线的一个交合处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原点，对不对？原点就是在他们的顶点或者顶点也好，原点也好这只是个叫法而已，对不对？那么随着它向顶点的移动顶点的移动，那么成交量一定是趋于一个什么？趋于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对不对缩量的过程。好，我们把
上方的这条线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压力线，把下方的叫支撑线，或者我们把上方就叫什么？叫供给线，把下方的叫需求线。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线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它都会交汇到一点，我们把这个点称作什么？称作顶点啊，称作顶点，顶点啊，称作顶点。再换句话来说，当价格朝着什么？朝着顶点去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运动的过程当中，下方的成交量一直怎么样？处于一个缩量啊，处于一个缩量。也就是说，价格每一次的向上反弹，价格每一次向上反弹，它的幅度达不到前期价格的一个高点，达不到前期价格的一个高点。那么同时，它的交易量也达不到前期的一个反弹的高度啊，前期的反弹一个高度。所以说，在以后分析一个对称三角模式的过程当中啊，分析一个对称三角模式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以为在内部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方的压力线跟下方的支撑线能交汇到一起，那么内部出现一个无浪结构，我们就不能把它认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对称三角模式啊，完完全全的对称三角模式。如果要形成一个对称三角模式，那么下方的什么？下方的成交量，各位，下方的成交量一定怎么样？要缩量，一定要缩量。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图形要结合起来去看，结合起来去看，你不要看到上方怎么样给丢了下方啊，这是完全不允许的。那么在有的具体的个股，或者是在你分析大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方完全展现了一个什么？完全展现了这么一个对称三角模式，但是下方的交易量怎么样？蹭啊，每次上方蹭交易量怎么样？是朝上走的。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对称三角模式了啊，它一定会出现假突破，因为下方的成交量怎么样？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没有形成一个什么？的这个对称三角模式应该有的成交量啊，应该有的成交量，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对称三角模式了啊，它就不是一个对称三角模式了啊。那么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在对称三角模式当中，它内部的成交量的一个过程啊，内部的成交量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它的一个内部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价格始终都会有一个地方去突破啊，始终都会有个地方去突破，对不对？也就是说，突然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像拧得越来越紧的弹簧一样，突然怎么样松开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形成了一个向上突破啊，向上突破，因为它突破是两个方向的，它突破是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是向上突破，第二个是向下突破，对不对？第一个是向上突破，第二个向下突破啊。那么如果说是它向上突破跟向下突破，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啊，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价格出现了一个向上突破啊，出现一个向上突破，那么在它突破的一瞬间，会有怎么样交易量的增长啊，会有交易量的增长，价格脱离了三角模式，以强势的运动跳开，对不对？这个运动的幅度往往同在该形态之前形成的上升或者下跌的幅度相似啊，形成上升或者下跌的幅度相似。这个句话大家好好去理解一下，这个运动的幅度往往同在该形态形成之前的上升或者下降的幅度相似啊，也就是说它不光是什么？不光是这个形态的幅度，它是这个形态形成之前的一个幅度啊，形成之前的一个幅度，这是一个向上突破啊。如果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是它一旦向上突破，那么下面必须要放量啊，必须要放量。所有的向上突破，如果它突破了没有放量啊，10%有89%，那一定是个假突破啊，那一定是个假突破。啊，那一定是个假突破，对不对？因为突破它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怎么样是向上突破，第二个怎么样是向下突破。我们跟大家说了，向上突破一定要放量。那么换句话来说，向下突破要不要放量？各位要不要放量？如果他选择向下突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放量了啊，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放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怎么样？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突破啊，向上突破之后，下面的成交量怎么样？出现了一个放量啊，出现了一个放量。如果说是它向下去突破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运行过程当中，它没必要说是一定要去放量啊，它没有这样的规定不一定说是要去放量，这是为什么呢？各位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价格本身
啊，向下突破不放量，啊，向下突破不放量。所有的价格它本身怎么样，都会有一个什么自重，也就是说，价格在自重的作用下，有的时候它也会下跌，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它也会下跌，就是你横在那里半天不动弹，对不对？它很可能就会下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涨的时候难度一定要比下跌的时候难度要大得多，啊，难度要大得多，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下跌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没必要去放量的原因，那么无论它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啊，无论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它俩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向上突破要放量，向下突破怎么样？没有放量，啊，没有放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啊，来看一下这幅图。在价格在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什么一个对称底部的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当中运行，啊，三角模式当中运行。那么在它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一个突破，大家看一下下方的成交量怎么样？出现一个放量，啊，下方的成交量出现一个放量，对不对？啊，出现了一个放量，啊，而且这个突破它并没有达到哪里，并没有达到顶点的位置，啊，并没有达到顶点的位置，啊，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它在哪个地方怎么样去突破？这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会详细给大家去介绍到，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当它突破之后，大家看一下，它踩了一下再上去，啊，它踩了一下再上去。其实这个踩与不踩，啊，这个踩与不踩，跟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或者头肩底部模式当中的一个规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市场的一个大的环境，啊，大的环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个股。啊，这是一个个股，对不对？啊，这是一个个股。个股当它在这个地方突破了之后，是不是？当它突破之后，它是不是要向上去走？是不是要向上去走？但是大盘这个时候的表现，啊，这个时候表现它并不是很强烈，它相对来说处在一个疲软的一个过程，啊，疲软的一个过程。那么个股表现很强劲，大盘怎么样？比较软，啊，大盘比较软，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突破之后，一般情况下会再踩一下怎么样？再起来，啊，踩一下再起来，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个股这个地方向上突破了，而且大盘表现的怎么样？非常强劲，它就不会有踩的机会，啊，它就不会有踩的机会，它就直接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点跟我们之前给大家去介绍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当中的一个。当中的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回踩跟回抽啊，非常非常的相似，啊，非常非常的相似，对吧？啊，所以说这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啊，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啊，三角模式也让人容易上当的地方，对不对？啊，容易上当的地方。要记住有2点才能成一线，也就是说只有2个小趋势的顶部明显的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画出一个价格区域的边界线。那么反过来说，啊，我们再换个思路来讲，如果说是这个形态我们要把它画出来的情况下，最起码有2个顶跟2个底，对不对？最起码有2个顶跟2个底，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它画出来，啊，才能够把它画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说价格必须先向上运动到顶部，然后向下运动离开顶部，对不对？2次运动必须有足够的远，从而在图像上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辨的尖峰，对不对？同样，底部的边线也有2个小趋势，对不对？底部明显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够画出来。我们再简单一点，也就是说你有2个顶，对不对？有2个顶，2个底，啊，2个底。你只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必备条件之后，啊，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对称三角模式也好，还是直角三角模式也好，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画出来，啊，才能够画出来，啊。所以说，在你得出结论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形成之前，你必须得先看到4个小的趋势的反转，4个小趋势反转是2个顶跟2个底。4个小趋势的反转，如果没有4个小趋势的反转的话，那么你很难怎么样去识别出来一个对称三角模式，或者一个直角三角模式，啊，或者一个直角三角模式，对不对啊？那么当你发现了4个顶跟4个底的时候，说白了，
这个模式已经完成了接近2/3，有2/3怎么样？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完成了啊。所以说，作为一个三角模式来讲，它也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在它刚开始发展运动的时候，你是不宜被差别的啊，不宜被差别的，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啊，就是它的价格的一个突破区间啊，价格的一个突破区间，对不对？另外要记住的一点是啊，这个弹簧的比喻完全不同啊，完全不相符，对不对？完全不相符。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把这个思路颠倒过来，或者说我们把自己的思路再稍微的开阔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相同的。你比如说，你把一个弹簧压起来，对不对？当你压住的时候，压到它极限位置的时候，你瞬间把力量给撤掉的话，那么它弹的幅度一定会很高，一定会很高。但是你把它压到极限的情况下，你在撤力的过程当中慢慢悠悠的往上放，对不对？慢慢悠悠的往上放，这个时候它的溢价慢慢的就给释放掉了。等你完全和你的撤力的高度完全达到和弹簧原有的高度一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弹簧一定是弹不起来的啊，一定是弹不起来的。所以说，在对称三角模式当中，我们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价格运动的，就是说价格突破的一个区间啊，价格突破的一个区间，不是说是这个三角模式内部越向着顶点去靠近，它突破之后的它的威力越大，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价格在边线的范围内运动，在越接近这个三角形的顶点啊，那么它的力量怎么样？就会越小啊，就会越小。也就是说，在价格在越发展的过程当中，越往过走，它的力量怎么样就会越小，尤其是在靠近哪里？靠近顶点的地方啊，靠近顶点的地方，对不对啊？它不是积累起来的能量，而是在一定阶段之后就开始失去它的最佳效率。那么这个最佳的区域是哪里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啊，非常经典的办法。我们怎么去做呢？啊，怎么去做呢？这个在上方的压力线或者叫供给线跟下方的支撑线或者叫需求线交汇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叫原点啊，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叫原点啊，或者叫顶点都可以啊，都可以，你随便叫啊，你随便叫，只要把它的作用记住就可以了。我们向下去做什么呢？去做它的垂直线啊，去做它的垂直线。那么价格大家看到没啊？价格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形成了第一次的什么？形成了第一次的一个阻力啊，第一次阻力，我们把这个点叫什么？叫做入场点啊，把这个点叫做入场点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可以通过入场点向下去做它的垂直线啊，向下去做它的垂直线。你会发现这个垂直线跟下面的底部边线啊，也就是说跟下面的需求线会交汇到一点啊，交汇到一点。我们把顶点入场点到这个下面的支撑线的一个交汇的地方啊，我们把这个地方把这一波称之为什么？称之为底部啊，称之为底部啊，底部的这个字儿啊，我给大家写出来啊，称之为底部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好办了啊，这样来的好办了。通过什么？通过入场点去做向下的垂直线啊，向下的垂直线。那么我们在入场点跟原点之间啊，我们就会形成一段距离，对不对？形成一段距离，这就是它三角形内部的一个距离，它三角形内部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把这个距离怎么样4等份啊？这是1/2，对不对？这是1/2，这是1/2，那么这就1/2，2/4，这是1/4，1/2，对不对？3/4，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它的距离。所以说在这4等份当中，那么价格它有一个最佳的突破区间，就是1/2，就是1/2到3/4这个区间，就是1/2到3/4这个区间。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一段距离啊，就是这段距离。当价格在这个区间突破之后，那么它的威力怎么样就会越大啊，在这个地方突破之后，它的威力就会越大啊，它的威力就会越大。如果说是当它超出这个界限的时候，当它超出这个界限之后，价格并没有在这个2/4到3/4这个区间内部怎么样突破，而是怎么样
一直挤，超过了哪里？一旦超过3，这条线，那么它选择一个向上也好，还是向下也好，它选择一个突破方向以后呢，那么它的威力怎么样？相对来说就会越来越小，对不对？就会越来越小啊。同时，如果说是在它的有效区间内部没有突破，在原点或者在顶点附近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价格就失败了啊，价格这个形态就失败了。我们要对这个形态进行二次的修正，对不对？进行二次的修正啊。那么它的有效突破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内部，当它突破之后，它的威力，也就是说，它上涨也好，下跌也好，它远离这个区域，或者是远离这个形态的价格怎么样？它才走得会越来越远啊，那么它内部的成交量的变化也是跟我们之前给大家去介绍的是一模一样，一定怎么样？是逐渐减弱。如果向上突破之后，马上怎么样？要去放量啊，这就是对称三角模式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和非常非常典型的地方啊，那么本讲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了一个对称三角形的一个构成跟它的一个突破区间啊，那么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重点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当这个形态失败之后啊，或者说是它原来该突破的地方没突破，不该突破的地方怎么样？它突破了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如何去处理？包括它后面突破之后，这个幅度啊有多少，有多大啊？也就是说涨能涨多少，跌能跌多少，怎么去衡量啊？我们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去分享啊。本讲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